一个慵懒的下午，母亲凯西在二楼忙碌，弟弟詹姆斯在房间弹奏着旋律。就在这时，雅各布手握猎枪，脸色阴沉，脚步沉重地走上二楼。空气瞬间凝固，二楼传来10多声枪响。大家好，我是大明，欢迎来到24探案。2004年，美国真人秀节目《换妻》正式登上荧屏。这档节目最早于英国播出，并在1年内大获成功，随后迅速传入美国，被 ABC 电视台收购。节目设定简单却充满戏剧性，两个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家庭交换彼此的妻子或母亲，有时是丈夫或父亲，共同生活2周。第1周，新成员要遵循原家庭的所有规则；第2周，他们则可以按自己的方式重新制定家庭规则。最后，家庭成员重新团聚，坐下来一起讨论这段非凡经历。2007年末，一支制片人和摄制组组成的团队踏上了前往美国俄亥俄州乡村的旅程。他们的目的地是一座朴素却格外整洁的小农舍。这支团队来自当时大热的电视真人秀节目《换妻》，而这一次，他们将镜头对准了斯托克戴尔一家。斯托克戴尔家族由父亲蒂姆、母亲凯西和4个儿子组成：11岁的詹姆斯、13岁的雅各布、15岁的查尔斯和19岁的加尔文。这一家人以他们出众的音乐才华而闻名，经常在各类场地表演传统蓝草音乐。他们以和谐的旋律、虔诚的信仰和淳朴的家庭氛围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父亲蒂姆与4个儿子在舞台上经常成为焦点，他们的表演让他们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的蓝草音乐粉丝。摄制组开始拍摄这家人的日常生活，而很快他们便意识到这绝非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凯西是一位极其严格的母亲，她和蒂姆坚信孩子们必须在强烈的保守道德观念和传统价值观下成长。蒂姆每天凌晨5点半起床，开始在农场忙碌，而男孩们不仅要协助父亲完成农活，还需要兼顾音乐练习、学业以及各种家务。在这个家庭中，娱乐几乎是被禁止的，没有电视，没有电子游戏，即便是收听广播，男孩们也需要通过做家务赚取代币。积攒足够的代币后，才能收听经过父母审核批准的节目。凯西不允许任何轻松和空闲时间，除非是靠辛苦劳动换来的。而即使是在家中，男孩们也不被允许约会、说脏话，甚至与异性随意交谈。斯托克戴尔家的一天，从凯西早晨7点起床为全家准备早餐开始，而蒂姆往往已经在5点半就开始农场的工作。凯西会同时为蒂姆准备一份前一天晚上留给他的早餐。早餐做好后，他会在早上7点半叫醒4个男孩，男孩们被要求在4分钟内下楼吃早餐。凯西甚至会使用计时器进行严格监督，如果孩子们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出现，凯西会给予额外2分钟的宽限，但如果仍然迟到，每次将罚款25美分，超过时间越长，每2分钟就会额外增加罚款，直到他们按时坐到餐桌前。早餐过后，孩子们开始做早间家务，一直到上午10点，凯西会在院子里按响一个铜制大铃铛，作为上课开始的信号。家庭教育课程持续1小时，之后孩子们被派去完成户外家务，包括放养鸡群、喂食、收集鸡蛋和割草等。午餐在下午1点准时供应，并且家庭规定，早餐与午餐之间、午餐与晚餐之间都禁止吃零食。这意味着男孩们必须在用餐时吃得饱足，否则就只能忍受饥饿。午餐后，孩子们会聚在一起进行音乐练习，他们不仅要练习个人技艺，还会排练整齐的家庭乐队演出曲目。下午4点是每天例行的家庭辩论课时间，标志着学习时间的结束。接下来的时间是晚间家务，包括加工鸡肉和完成其他农场任务。夜晚，这个家庭要么会外出演出，要么便全家围坐在一起继续练习音乐，直到熄灯睡觉。斯托克戴尔一家相信，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在一起，没有任何外界干扰，共同度过的时间才是最珍贵的财富。然而，当他们走入聚光灯下，这段封闭、传统、近乎苛刻的教育方式，最终也埋下了一颗不安的种子。
成为日后意想不到悲剧的伏笔。当摄制组正在拍摄斯托克戴尔一家的日常生活时，另一支队伍则来到了伊利诺伊州北部，走进了通科维奇家族的世界。洛瑞和约翰·通科维奇正在抚养他们的孩子，几乎没有任何规则可言。这个家庭不仅包括儿子、儿子的女朋友，还有他10几岁的女儿和女儿的男朋友，他们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在这个家里，时间似乎静止不前，孩子们从不谈论工作或家务，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聚会玩乐，家中常常宾客盈门，热闹非凡。与此同时，斯托克戴尔家族因其音乐才华和虔诚的宗教信仰逐渐走入公众视野。他们坚守传统，禁止孩子接触电视和视频游戏，严格把控孩子们所看的、所听的一切内容。他们相信这是一种道德责任，是他们为家庭、为孩子筑起的一道保护墙。随着名声渐长，他们的音乐事业也获得了来自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经济支持。斯托克戴尔夫妇相信，接触更多的人和机会能够帮助另一个家庭建立秩序，同意希望孩子们能从中学习。他们最终决定申请参加美国热门真人秀节目换妻。他们知道这意味着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家庭，公开他们严格而独特的生活方式。然而，他们未曾预料到，这一步会悄然点燃孩子们内心深处被压抑已久的渴望，对自由、对未知、对禁忌的探索。节目播出前，家人仍在紧张而虔诚地生活着，但当换妻的拍摄开始，一切开始动摇。新妈妈洛瑞·通科维奇带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进入斯托克戴尔家，为这个紧绷而封闭的家庭制定了全新规则，允许男孩们玩电子游戏、看电视、约会女孩，并且暂时不用做任何家务。这对于斯托克戴尔家的孩子们来说，无异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冲击。当洛瑞问他们想做什么时，他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他们从未思考过选择和自由。在一次接受 TMZ 采访时，洛瑞回忆道，他刚刚宣布新规则，孩子们表面上兴奋，实则满眼恐惧。雅各布·斯托克戴尔甚至在镜头前哭泣着跑开。当洛瑞追上他，轻声问他怎么了时，雅各布哽咽着说，他妈妈和爸爸告诉他，如果他做了这些事情，他会下地狱，遭受地狱之火的惩罚。洛瑞只想让他们短暂地感受到生活中的乐趣，可对于雅各布来说，这种乐趣却像是罪恶本身。他甚至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知道一切偏离父母规定的行为都将招致恐怖的惩罚。2008年，这期换妻节目正式播出，荧幕上两个极端家庭的鲜明对比引发了广泛讨论。通科维奇家被呈现为一个放任懒散却看似无忧无虑的家庭，孩子们衣食无忧，过着纵情享乐的生活，而斯托克戴尔家族则像一个情绪紧绷、被道德与恐惧牢牢束缚的小型王国。当洛瑞试图松绑时，换来的不是轻松，而是孩子们眼中无法掩饰的恐慌。节目播出之后，斯托克戴尔家族似乎恢复了平静，回归到了熟悉的轨道上。可许多观众心中隐隐感觉到，镜头之下那座看似完美的家庭堡垒里埋藏着不为人知的裂痕和挣扎。时间流逝，近10年过去，卡尔文和查尔斯相继离开了家乡和乐队，开始独立生活。卡尔文在密歇根州的希尔斯戴尔学院任职，查尔斯则在费城攻读医学，立志成为一名医生。与此同时，21岁的詹姆斯也在大学攻读商业学位，他希望未来能接手并管理家庭乐队的各项事务。母亲凯西仍然定期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上传视频，记录家中大小活动和男孩们的音乐演出。2017年6月，乐队的其他成员蒂姆、雅各布、詹姆斯以及家庭好友乔斯坦纳依然保持着不俗的成绩。整个夏季，乐队的演出档期几乎被预定一空，他们与家人和朋友一同参加各种音乐聚会，热闹非凡。有一位现场观众回忆，6月中旬，在俄亥俄州著名的野猫牧场音乐节上，雅各布曾因身体不适提前离开，看上去似乎只是小小的不适。事实上，雅各布开始经历日益严重的心理健康挑战，其中包括长期的抑郁和焦虑。虽然过度简化这样的复杂问题并不可取，
但可以清晰看出他的心理困境在逐渐加剧，持续履行家庭和社会赋予他的责任，背负起传统家庭角色期望的压力，再加上现实电视节目带来的聚光灯和外界关注，让他愈发感到窒息和无法掌控。他的生活被严格控制，他被禁止自由约会，不能去做任何能带来新鲜感和期待的小事。他缺少正常年轻人应该拥有的探索空间和轻松感，内心的孤独与冲突无声发酵。他的家人和周围社区仍试图维持模范家庭的外在形象，仿佛一切都井然有序。然而，真正了解内情的人却表示，斯托克戴尔家庭内部早已暗流涌动，压力和冲突在不断积累，逐渐逼近临界点。每个人都在竭力掩盖那些看不见的裂缝，但越是遮掩，问题越是膨胀。雅各布的心理健康问题很可能在这些关系中的紧张和矛盾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他越来越难以找到情绪宣泄的出口，家庭规则的高压，外界对他们完美家庭标签的不断强化，以及他内心渴望自由和理解的声音，逐渐撕扯着他的理智。笑容背后或许早已是崩溃的边缘。所有这些因素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将他困在其中，无法逃脱。而悲剧，也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悄然酝酿。2017年6月15日下午4点36分，警方接到了一个奇怪的报警电话，电话那头没有传来任何声音，仅仅几秒钟后，电话便被匆忙挂断。接警员试图回拨，但无人接听。目前尚不清楚是谁拨打的这个电话，也不清楚对方为何保持沉默。出于谨慎，警方迅速赶往电话信号来源——俄亥俄州斯托克戴尔家庭农场。当警方抵达现场时，附近的居民纷纷向他们报告称，早在下午1点到3点之间，他们曾在农场附近听到连续的10到12声枪响。许多人以为是有人在练习射击，然而现在一切都变得不寻常而可疑。警察慢慢靠近这座熟悉又寂静的农舍时，发现前门敞开着，屋内昏暗无声。就在他们小心翼翼走近时，隐约看到屋里站着一个人影。紧接着，一声沉闷而清脆的枪响划破了死寂。警方立即冲进去，只见25岁的雅各布·斯托克戴尔倒在地上，头部中枪，血流不止。但令人震惊的是，他还有微弱的呼吸。警察继续搜查屋内。当他们走上2楼，来到了浴室门口，眼前的景象令人心碎。54岁的母亲凯西·斯托克戴尔和21岁的弟弟詹姆斯·斯托克戴尔，双双倒在血泊之中，均死于枪伤。初步勘查显示，凶器是一把20口径的猎枪，而这把枪正是从雅各布身上找到的那支。经过调查，警方确认雅各布从家中取出猎枪，残忍地枪杀了母亲和弟弟，随后试图自杀。案发时，父亲蒂姆不在家，另外2个兄弟卡尔文和查尔斯也都不在。噩耗传来后，卡尔文悲痛地说，最小的弟弟詹姆斯一直是家庭欢乐的源泉。他热情善良，总是带来笑声。他留下了许多真心的朋友，还有一个深爱他的家人。我的兄弟雅各布如今还在医院，情况依然危急，我们只能为他祈祷，希望他奇迹般的活下来。我们的家人已经开始为母亲和弟弟的葬礼做准备，同时努力开始康复和重建的过程。无论发生什么，作为家人，我们爱他，也选择原谅他。而失去爱妻的蒂姆悲痛欲绝地表示，凯西是我32年来最挚爱的妻子，是我们4个儿子的好母亲。她温柔而坚定，充满智慧和慈爱。她热爱家庭，喜欢做母亲当祖母。她一直对学习充满热情，痴迷于基督信仰、自然健康与有机农业。她是我们这个家的灵魂，是所有人的依靠。雅各布·斯托克戴尔在医院度过了1年多的时间，期间接受了多次复杂的手术，包括面部重建和广泛的康复治疗。他因严重的脑损伤，左眼永久性失明，头部还残留至少7块无法取出的金属弹片。这1年，他不仅在医院和康复中心艰难挣扎，还在心理上忍受着极大的煎熬。2018年9月，雅各布在身体状况稍微稳定后，主动向警方自首。他被正式指控犯有双重谋杀罪。然而，在2019年初，雅各布的辩护律师向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对他进行心理健康评估，理由是他有精神错乱的可能，并表示其不认罪。经过第一次评估后，专家们对雅各布的精神状态提出质疑，法院决定安排第二次更加严格的精神评估。结果显示，雅各布的精神健康确实存在严重问题。随后，他被送往一所高度戒备的州立精神病院，在那里接受长期的心理治疗和药物干预。由于雅各布的心理问题和健康状况，他的案件被反复推迟，直到他被评估为适合接受审判。令人震惊的是，在住院期间，雅各布曾2次试图逃离精神病院，尽管2次都未遂，但出于他精神状况的特殊性，法院并未对这些越狱企图追加指控。2020年2月，经过法官裁定，雅各布被认定为精神上有能力参与审判。在谋杀案发生近4年之后，他终于不得不面对他造成的惨痛后果，自己亲手杀害了母亲和弟弟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2021年4月，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雅各布最终承认犯下2起1级谋杀罪，他被判处2次15年有期徒刑，刑期依次执行。这意味着他将至少服刑30年。他最早可以申请假释的时间将是在2048年。尽管他的父亲蒂姆在庭上恳求法院对他的儿子从轻处罚，并表示家庭已选择原谅他，但法官最终还是做出了严厉判决。在量刑听证会上，雅各布的家人没有亲自发言，但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我们全家为凯瑟琳和詹姆斯的去世深感悲痛。凯西是一位慈爱的母亲、祖母、女儿、姐妹、阿姨、导师和朋友。她将全部心血投入到4个儿子的在家教育中，直到他们高中毕业。失去她的鼓励与安慰对我们来说是毁灭性的。詹姆斯是一名大学生，热爱音乐，总是带给大家微笑。声明中还提到，雅各布对当日发生的事没有记忆，但相信法律会做出公正裁决。家人表示无法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但他们选择原谅我们爱你，也原谅你在这悲剧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相信妈妈和詹姆斯在天之灵也会原谅你。同时，家属感谢急救人员当天挽救了雅各布的生命，并请求法官对他从轻处罚。雅各布的父亲蒂姆出席了每一次听证会，他在法庭上说，无论发生了什么，我和我的儿子们仍然爱着雅各布。那天斯托克戴尔家中发生的事情恐怕永远无法被完全揭开，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他们家庭生活的一角，远不足以勾勒出完整的画面和复杂的关系。关于那天究竟为何会发生、如何发生，以及背后真正的动机，流传着无数猜测与谣言。然而真相究竟是什么，或许早已不再重要，因为对于所有牵涉其中的人而言，这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折磨。